日咧，政府係公布新嘅長遠房策略。長遠房屋策略有幾堅啊？歸根究底，持續具規模地去增加房屋供應咧，先至係解決供求嚴重失衡嘅根本途徑。以供應為主導嘅原則，持續土地供應。土地同埋房屋供不應求，造成價格同埋租金不斷上升。多地就會多屋，多屋就會樓價跌，真唔真啊？提高供應，樓市就會跌，乜嘢啊？蝦我師奶仔唔識啊！最近啊，香港市區啊，豪宅都起唔少啦，幾時樓市有跌過啊？呢樣嘢啊，憑一般市民嘅生活經驗都知係假噶啦。樓市唔跌，最主要有兩大原因：一，如果有啲炒家喺度係咁炒，係咁托，咁就點都唔會跌噶啦。第二，起得唔夠公屋，連最窮嗰啲人都逼晒出去買樓，咁多人爭，點會跌啊？要增加土地供應，並唔存在快捷簡易嘅方案。咩叫做揾地有困難呢？又唔會對鄰近社區造成任何嘅影響，亦都係希望社會同樣地咧係協調優次，增加供應，但係關鍵係地區同埋其他人士必須給予支持。哦，咁梗係好多人即時聯想到東北嘅村民反對發展啦。但係其實有好多人無需搞到東北咁大件事，政府都會俾好大笪地佢玩，又或者係唔會喐佢哋啲地㗎喎。嗱，唔講你唔知啊，香港原來有好多地係1蚊租俾啲富豪做遊樂場噶，但係又唔願意起公屋。就好似香港高爾夫球會喺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咁啊，佔地170公頃，成個荃灣咁大啊！如果以中密度發展，可以容納10萬人，但係而家就只係服務2000個權貴嘅會員，而且呢張高球會嘅地契係寫明，政府係有權喺12個月嘅通知期之後收返笪地嘅。仲唔使賠償添，但係政府連咁樣都唔選擇去收返呢忽地，而係周圍攞地喎。呢啲就係政府俾地啲富豪玩，又唔願意起公屋嘅例子。更加冇妙法，一方面可以將土地改劃成房屋用地，或者係增加發展密度。其實政府都曾經睇中元朗橫洲嘅一幅棕土噶。乜嘢係棕土呢？即係原本嘅農業用地喺荒廢咗之後，被用嚟當做廢車場、儲蓄場或者垃圾場咁。本來元朗橫洲嘅棕土計劃可以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容納52000人，但係因為新界權貴嘅反對，就大幅削減到剩返本來規模嘅1/4。呢一幅地唔似新界東北，根本冇人住嘅。只係啲原居民用嚟做下倉、廢車場或者垃圾場咁。無論高爾夫球場定係橫洲棕土，都唔會影響到人嘅生活，又可以起公屋㗎喎。點解政府就偏偏唔用，一定要去拆人哋屋企呢？答案好簡單，因為東北發展區有最多無權無勢嘅非原居民同埋農夫咯。加上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幅各大地產商喺東北嘅分佈圖啊，其實各大地產商一早就喺東北囤咗好多地，而家就只係等政府幫佢收埋剩返嗰啲啫，並唔存在快捷簡易嘅方案。咁到底香港係唔係冇地呢？哦，特首係咁講嘅。香港缺嘅唔係土地，缺嘅係可供發展用嘅土地。兩者嘅分別係土地嘅規劃同埋開發過程需時。但係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都話，已經規劃咗做住宅用途嘅空置政府土地，一共有2153.7公頃，足足等於12.7個荃灣咁多啊！
但係呢啲土地都冇攞出嚟用，咁多儲備死都唔用，就好似有個人買咗成1000隻碗，但係多咗人食飯，又死都唔願意拎啲碗出嚟，係都要人搵樹葉裝飯食。到底香港係咪真係好似局長同特首講咁樣，冇一啲可以用嘅地呢？嗱，有錢人呢，就1蚊租成個荃灣咁大俾佢哋當遊樂場，又走去東北收地，配合埋啲地產商囤地。窮人呢，你就繼續住劏房啦，住下俾人拆樓啦。公屋呢，你就等多幾年啦。呢啲叫咩呢？呢啲叫做土地分配不公，而絕對唔係土地供應不足啦。加建資助出售單位，豐富其形式，並且係促進現有單位嘅流轉，係會研究點樣進一步去豐富資助自置居所嘅形式，點樣去善用私營機構嘅力量，以增加資助出售單位嘅供應。仲話要講公私營合作喎，唔新鮮啦，以前都搞過啦。長沙灣個碧海藍天咪係咯，最後政府忽然之間話唔做居屋啦，咁咪益晒恒隆地產變做地產項目，市價出售咯。局長仲話要推高二手市場流動，咁咪真係鼓勵大家連居屋都炒埋。積極探討透過房委會、房協、市區重建局同埋香港平台屋有限公司等公共或非牟利機構多管齊下，增加資助出售單位嘅供應。哇！房協同市建局，佢哋咪就係有份推高晒啲樓價噶咯。公眾討論當中，曾經係有提出一啲措施，包括咧係唔同形式嘅租務管制，弊大於利，租盤嘅減少，令到供應減少，叫租提高。真唔真啊？張教授讀咁多書，冇理由唔明白一個業主係咪租一間屋出去，並唔係單一因素嘅事情。我哋深水埗嘅劏房師奶都識講啦。佢唔租出嚟，佢攞嚟做乜嘢啫？佢擺到好睇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因素就係要睇下出租嘅人以一個咩原因租出去。如果租出去係為咗交租，甚至係供樓，又或者維持日常嘅生活，咁就一定會租返出去。另外，如果擔心啲地產商為咗想抬高租金，收住啲盤唔租，囤積居奇嘅話呢，咁好簡單啫。外國都有好多地方實行物業空置稅㗎，就係愛嚟對付呢一啲囤積居奇嘅商人嘅。因為居住權始終係人嘅最基本權利啊嘛。乜嘢係租管呢？租管係分租金管制同埋租務管制。租金管制係用嚟限制加幅，同埋限制新約可以加租嘅幅度係唔可以高過市值租金嘅某個百分比。租務管制就係限制逼遷，保障租戶嘅居住權。只要租客係肯交市值租金，業主係唔可以輕易咁趕佢哋走。而家市面上經常聽到好多地產公司會教啲小業主，反正法例都容許你不斷咁加租噶啦，咁做咩你唔加多啲啫？呢一種現象正好說明香港嘅法例係傾斜於嗰啲擁有物業嘅人，但係就唔保障基層嘅。呢個世界上冇任何一種權利係無邊無際嘅。言論自由你唔可以誹謗人哋，行為嘅自由你又唔可以殺人，私產權亦都唔可能係無邊無際嘅。劏房嘅尺價貴過豪宅，不斷變細，而且環境變得越嚟越惡劣，咁嘅現象就係私產權無邊無際，但係居住權不受保障嘅結果。以往設立租管就係為咗要平衡私產權同埋居住權之間可能產生嘅衝突嘅。其實有咗租管之後都一樣可以加租，只係可以賺，但係唔好賺盡咁解啫。政府亦都會繼續同相關機構合作，加強公眾教育，推動良好嘅租務做法。
加強教育就可以令到業主地產唔加我租，就會劏少幾間房賺少啲，就會主動幫我維修嗰啲爛牆啊！哇，局長，你係咪喺人間生活噶？唉，老老實實個樓市係咁樣，劏房嘅尺價貴過豪宅，最受苦一定係基層噶啦。計我話呢，大家一齊團結爭取，釋放政府土地儲備，唔好走去毀人家園，同時區區起多啲公屋好過啦。